伤患在你面前濒临死亡，还要争论对错，区分好人坏人，给予差别待遇吗？那你就不如去当法官或检察官，别待在这里。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最近性骚扰的问题很多，过去都在冰山的海平面以下，最近可能太热了，冰山融化了，开始连环爆。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性骚扰事件中另一个大家不太重视的相对人的问题。本集影片主要在讨论社工面对相对人的伦理议题，有关于加害人创伤与调整，请看这一部影片。如果你是社工伙伴，伦理不熟悉，请不要跳过或者关掉或者滑过，因为社工师考试伦理的题目经常考医务专科社工师的考试伦理题目一定必考一题。我们开始吧。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判刑的人不能说他是犯人，所以我们就用相对人来代表受害者的一方。性骚扰丑闻事件的曝光之后，一些心理状况，例如这一位在性骚扰丑闻事件后产生身心的状况，要如何面对调整和处理呢？可能你觉得相对人是人渣，可能你也会觉得擦好，为什么不擦一擦？不值得花时间在相对人上面。很多人是这样思考的，包含社工人员也会这样思考，主要是我们站在受害人的立场，大量的同理受害者的处境。如果不是社工，可以这样思考。如果你是社工人员，就要小心，别忘记我们是社会工作者，不是司法人员。我们要做的是改善社会两者的处境，而不是处罚任何一方。就像《浪漫医生金师傅》第3季第4集的一幕，救治国手和疑似纵火犯的一段对话。金师傅对张东华医师的指证说，穿上白袍的那一刻，就不得歧视或差别对待任何伤病患，对所有伤病患都应该一视同仁。只要你身为医生，就有义务医治伤病者，这就是医师的宿命与责任。伤患在你面前濒临死亡，还要争论对错，区分好人坏人，给予差别待遇吗？那你就不如去当法官或检察官，别待在这里。安德鲁社工师认为，我们当社工也是如此，特别是医务社工与其他领域的社工不同，因为我们也有白袍。我们常在急诊室遇到相对人与病患，通常在医院当中，常会遇到互殴的家暴者，其中一方来验伤，另外一方也跟着来验伤。我们在会谈中会察觉到，病患互为相对人的时候，我们在心态上是否有歧视，或者是有差别对待。特别是已经处理完第一案，当第二个相对人出现的时候，还能如同第一位的心境面对吗？在很多时候，我很佩服家暴工作的相对人服务的社工。和社工在硕班曾听到同学这样的分享，在家暴的家庭处遇会议当中，相对人的社工常常就是被其他社工的伙伴围剿，
所以如何能够共同努力，才能减少相关的暴力发生？性骚扰的案件也是一样，如果今天医院急诊或者身心科门诊召会性骚扰事件的相对人的时候，你看过这则新闻报道，政治名嘴的评论，自己心中的看法是否会对你的评估或处遇有不一样的看法呢？不论发生在哪一个国家或行业，都应该受到严肃的对待。社会工作者，我们的使命是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为核心，使服务对象能够获得人性尊严的生活条件，让所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都能同等受到尊重。相对人的状况已经达到相对弱势的时候，社工人员应该努力促使服务对象免于贫穷、恐惧、不安、压迫及不正义的对待，维护服务对象的基本生存保障，享有尊严的生活。这个是社工师应有的核心价值。在社会工作师对于服务对象的伦理守则里面 1.1 社会工作师应基于社会公平正义，以促进服务对象福祉为服务之优先考量，对于社会工作师专业的伦理责任。 4.1 社会工作师应包容多元文化，尊重多元社会现象，防止因种族、宗教、性别、性倾向、国籍、年龄、婚姻状况及身心障碍、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歧视所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而当社会使用影视传播媒体的力量进行一连串恶意攻击，或是化身正义的天使对于相对人的评论过当时，极有可能我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使用媒体暴力的相对人。这是我们以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应该留意的事情。下一次遇到相对人的时候，请暂停3秒，把自己重新 reset， 重新开机，用一个新的态度面对你眼前服务的使用者。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